大家好，我是优布。我认识的师兄中有这么一位，他呢喜欢到处跑道场，跟在法师的身边团团转，但他呢却没有照顾他的家庭。当她老公去上班以后孩子去上学以后这位师兄呢也跟着一起出门了，他呢就跑到寺院去了。他不肯照顾家庭，他也不愿意整理家务，买一次米半年后还有剩的，还有没有煮完的。她老公要是问她说，你怎么不煮饭给孩子吃呢？于是我们这位师兄就立马掏出手机开始订外卖了。反正他想有饭吃就行了，何必在吃的这上面去执着呢？填饱肚子就可以了。如果她的老公说，那孩子的袜子也要天天洗因为他们经常没有干净的袜子可以穿这时再看我们的这位师兄，他也算有一些修养，他并没有跟她的老公去争辩甚至争吵，他呢就默默的在拼多多上买回来整沓整沓的袜子，让孩子天天都有的穿，天天都有的换。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的这位师兄他每天到底在忙些什么呢？我们的这位师兄他每天都忙着拜佛，去忙着赶赴各种法会，甚至呢给自己定下了很多的功课。每天他除了要持诵7遍的楞严咒，以及念诵其他的经之外还要临摹抄写佛经。他呢还要去跑道场，还要跟着法师去供养，甚至听说哪里有放生，哪里有救护小动物，他也都亲自到场。他每天真的非常非常的忙碌。那么他到底是不是精进呢？他执着于亲近三宝有功德，礼佛念佛呢会开智慧，这就是他不能理解什么是方便法。还有很多人执意于让出家人摸摸头摸摸顶，认为这样会增加智慧。那么这些人是因为精进吗？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一样的。我以前也是这个样子。一般人去寺院都是9点10点钟再去，早一点的也是8点多才去，而我呢凌晨4点多我就去了。虽然到了寺院不好意思去敲门，但是呢山下面上来一台车，随着小路的颠簸起伏车灯会一晃一晃的，其实早就把师傅们吵醒了。而我进入寺院简单的寒暄过后呢，就直接去帮助摆供了，甚至还要把别的供果往边上挪一挪，好腾出地方来把自己的供果摆在最中间，然后随师傅们一起参加早课。我当时也自认为自己很精进，其实是否是精进呢？念经拜佛是宗教的礼节，是宗教的仪式。诵经是为了善解佛陀的教理。人生的道路该怎么走才不会错，能一路直通佛的境遇。所以学佛要知道什么是方便法。那么方便法重要吗？方便法当然重要。方便法可以使我们在人与人、人与事的相处中领会道理，启发我们的真心，清净我们的本性。如果我们不了解方便法，并且偏执于它，就会像我之前说的那位师兄一样，半年前买了一次米，半年后还没有吃完。
每天呀都不用洗袜子，小孩呢却天天都有袜子穿。其实啊，真正的佛教徒啊，要节俭，要勤快。勤俭的美德啊，也是佛陀教育的方便妙法，更是我们学佛的基本道理。勤俭持家，并且能精进于启发良知良能，才是真正的善解方便妙法。佛陀说啊，善解方便难。他的意思呢，就是说能适当的体会方便法，确实是很难。因为众生的习气啊、秉性啊，有很多的偏执，有的呢执迷于事相，有的呢执迷于理论。那么什么是事相呢？事相啊，是佛学的术语，是密宗对修行三密之做法，称为事相，也就是修行择地、造坛、护摩、灌顶、结印、诵咒等行规做法。也就是说，有事实的，或者是有形有相的，我们可以看得到的，这些啊都叫做事相。而至于讲道理的，没有形的，没有相的，没有可以看得到的，则叫做理论。所以说我们众生啊，有很多的偏执，有的执迷于事相，有的迷于理论。我们无法做到事理兼顾，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啊，不能做到事理圆融。如果我们不能做到事理圆融啊，我们就很容易产生障碍。有事相的障碍，也有理论的障碍。这些障碍啊，会让我们产生困难和烦恼，而这些呀，都是因为我们不能理解善解方便而产生的困难。我们啊，也可以把困难理解成困难，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我们不会用方便法，所以我们产生了障碍。这个障碍啊，把我们困在这里，从而成了一难。如果我们能知道如何使用方便妙法，我们啊就会诸事无难，万事无碍。所以啊，《金刚经》中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那就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也就是说，我们总不能乘船渡河之后，还要把船背着不放吧？学佛啊，也是一样的，所听的一切法和礼拜的行动，这些啊，都是一种方便之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借假修真。那么借什么又修什么呢？我们要借方便来理会其真，也就是说，我们要借这些事相和理论来领会佛陀所说的道理，让我们知道真相。我们要借着四大假合的身体来求得真我，修成正果。如果我们能通晓了方便妙法啊，我们就能无难不解，通达诸法，智慧如海，并且能使家庭和睦，群众和睦，一切无障碍。好了，谢谢大家，我是优步。